少女正对着一片药草发出痴汉笑容，结果下一秒面前出现3个壮汉，而她的命运也因此改变。猫猫本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药师，这天老爹让她送药去青楼，提醒她最近有很多人贩子，让她小心一点。猫猫却不以为意，拿着药熟门熟路的来到青楼之后，又开始用自己的身体试药。花魁姐姐非常关心她，但是青楼的老鸨却一直想让她留下来接客，所以一看到老鸨，猫猫扔下药就跑。回去的路上路过一片药田，就是在这里被人贩子抓走的，从此沦为皇宫里的一名小小宫女。刚好宫里最近有2位妃子接连生产，先生产的玉叶娘娘生的是个女儿，后生产的梨花娘娘生的是个儿子。大家都恭喜梨花娘娘生出了东宫皇子。就这样过去了3个月，猫猫每天都非常思念家附近的路边摊，也不知道老爹怎么样了，偏偏他被困在皇宫里出不去。在猫猫看来，后宫跟青楼没什么区别，只不过能进后宫的男人只有皇帝，其他男的都要先被割了命根子才能进来，也就是所谓的太监。猫猫在这里是最低品级的丫鬟，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儿。不过比较好的一点是她认识字，绝大部分宫女都不识字，所以有时候会请猫猫帮忙认一下牌子，猫猫基本上都会告诉他们。宫女们也乐意跟猫猫分享一些八卦，比如最近来了一个长相很俊美的太监，而他们所说的那位太监此时正在梨花娘娘那里。梨花娘娘儿子的身体突然衰弱，连御医来了也无能为力。玉叶娘娘那边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而且因为她生的是个女儿，待遇还不如梨花娘娘，御医都没空赶过来诊治。这件事自然也传到了宫女之间，和猫猫交好的那位宫女觉得肯定是诅咒。在此之前已经有3个皇子皇女都是出生后逐渐虚弱，最终夭折。现在梨花娘娘和玉叶娘娘的孩子也遇到了相同的状况，明明诞下东宫皇子的梨花娘娘距离皇后仅有1步之遥，而且梨花娘娘自己的身体也出了问题，据说什么头痛啊、腹痛啊，还有恶心之类的。作为药师的猫猫仔细一想，就猜出应该是被下毒了。可是如果只是皇位之争的话，为什么连公主也要下毒呢？难道是心血管方面的问题？不知不觉猫猫开始在意起了那个传言，最终没耐住好奇心，悄悄去了梨花娘娘的宫里，发现梨花娘娘和玉叶娘娘起了争执。玉叶娘娘被梨花娘娘打了一巴掌，跪在地上，因为梨花觉得是她害了自己的儿子，可是玉叶只是想过来请御医去看看自己的女儿。猫猫就躲在人群中仔细观察，发现梨花娘娘看起来非常的消瘦，再加上头痛、腹痛和恶心的症状，她很确定这绝对不是什么诅咒，关键在于该怎么告诉他们呢？猫猫就嘀咕着要找个能写的东西，没注意和一位俊美的太监擦肩而过，这位就是宫女们口口相传的太监任氏。这天梨花娘娘的宫女在窗台上发现了一只杜鹃花，枝条上还系着一根布条，但那个宫女毫不在意地将杜鹃花扫落。没过多久，梨花娘娘的宫中就传来了皇子的死讯。另一边，玉叶娘娘却将任氏喊了过来，将一只杜鹃花和杜鹃花上的绢布拿给她看。这是她去梨花娘娘的宫中那天回来的时候，发现这东西放在窗边，上面写着姜白粉乃毒物，勿使婴儿触碰。写这个条子的肯定不是御医，因为御医没必要如此拐弯抹角。玉叶娘娘就是想请任氏帮忙找出写字条的人。任氏突然就想起来那天和自己擦肩而过的猫猫，她心中隐隐有了猜测，而猫猫对此还一无所知，继续听自己的宫女好友讲八卦。结果突然和其他宫女一起被召集到了宫官长的房间，宫官长就是太监任氏。一个太监居然在后宫里能如此受欢迎，不过人家确实长得好看，任氏一出现就引起了宫女们纷纷犯花痴，只有猫猫对她不屑一顾，还有些感慨，长这么好看却不能留下子嗣，真是太浪费了。下一秒就看见任氏写了张字条亮出来，上面写着那边的雀斑女你留下来。猫猫立刻惊慌了起来，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前段时间干的事情暴露了。而在他纠结期间，其他宫女听到可以离开就直接走了。猫猫这才意识到自己中计了，因为宫女中只有他一个人认字，任氏写那个字条就是为了调他出来。他刚想装作啥都不知道准备离开，就被任氏抓住，让他跟自己走一趟。猫猫嫌弃地把他的手拍开，只能跟着去了玉叶娘娘的宫里。不知道自己留字条的事情为什么会被这个人发现。
当然，玉叶娘娘并不是为了兴师问罪，毕竟猫猫算是救了她女儿一命。猫猫却并不打算承认是自己做的。看到人事拿出了那块布条，这个布料是宫女的工作服用的布，尤其是裙摆那一块。猫猫下意识捂住了自己的裙子，事已至此，她也不得不承认了。那天她就已经察觉到了事情的真相，造成一切悲剧的源头就是增白粉，因为它相当于是在青楼里长大的，很多妓女都会使用高级增白粉，然后被里面的毒素蚕食身体，就此殒命。作为药师的猫猫很熟悉这些毒物，却对它们无能为力。而玉叶娘娘宫中的增白粉是孩子的奶娘所用，这种增白粉相比其他有更好的美白效果。当然，奶娘最近的身体也不太好，玉叶娘娘就让那个奶娘休假去了，小公主的病情也没有再恶化。其实当初玉叶娘娘也去找过梨花娘娘，告诉了她字条上写的事情，但是梨花娘娘不相信她，反而起了反效果，最终导致了皇子的夭折。猫猫不想听她在这里废话，直接问玉叶娘娘究竟有何吩咐。玉叶瞬间喜笑颜开，表示她只想让猫猫当自己的贴身宫女。就这样，猫猫的地位一下子就提升了，虽然她本人并不是很希望如此，心情沉重的准备搬到玉叶娘娘所在的翡翠宫。人事听说后还特地过来送行，准备用美男计诱惑一下猫猫，故意露出这副诱惑的表情，让猫猫好生侍奉玉叶妃。万万没想到，猫猫不仅没被魅惑，反而露出了嫌弃的表情，抱着自己的东西就赶紧跑路了。迎接猫猫的是玉叶娘娘的侍女长红娘，她先带着猫猫熟悉了一下翡翠宫。玉叶娘娘看起来比较平易近人，翡翠宫的其他宫女也很热情。不过这个宫里满打满算就他们5个宫女，每天都是分工干活的。猫猫刚准备跟着一起干，却被其他宫女阻止，表示她在房间里休息就行，毕竟她有非常特殊的工作。然后就被红娘送到了卧室。猫猫还以为自己不受待见，其实大家都非常怜爱她，注意到了她手上的伤痕，还以为她是在老家饱受虐待被卖进宫的。其实那都是猫猫自己试药试出来的。而玉叶娘娘给猫猫安排的工作是常膳，在后宫当宫女居然还能天天吃好吃的，猫猫瞬间就不嫌弃这份工作了。因为膳食送到玉叶娘娘这里之前会转手很多次，也就意味着会有很多次被下毒的机会。玉叶娘娘怀孕的时候就曾被2次下毒，当时的常膳官宫女被伤了经脉，至今仍动弹不得，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份危险的工作。不过猫猫是药师，在品尝之前会先观察一下，更何况她在老家的时候经常用自己的身体试毒，早就已经锻炼出了抗性，很多毒对她都不起作用，所以这份工作对她来说就只是单纯的品尝美食。当然，作为玉叶娘娘的宫女，她还是向红娘提出了建议，最好把盘子换成容易与毒素反应的银器比较好。其实人事也是这么说的，之所以用陶器，也是为了测试猫猫的能力。猫猫告诉红娘，自己是被拐卖来的，每个月的俸禄也会有一部分被送给人贩子，所以她宁愿装作不识字，减少自己的工钱，也不想给那些人贩子送酒钱。红娘听说后，就将手中的壶递给猫猫，还不等猫猫接住，就突然松手，壶果然被摔坏了。红娘就说要扣猫猫的工钱，猫猫瞬间 get 到了红娘的用意，表示可以随便从补贴里扣。红娘立刻帮猫猫办手续，又给了她一份作为常膳官的危险津贴，算下来猫猫反而赚了，而且在这里每天都很清闲，只有饭点才能出去工作一下。不过这天猫猫突然被玉叶娘娘叫过去，一到房间就看到人事那张帅脸，立刻嫌弃的不行。人事很疑惑，为什么自己的美人计对猫猫完全不管用，但他没有再纠结，而是给了猫猫一份包子。猫猫一闻就知道里面加了春药，人事对他的能力非常满意，这才讲起了自己最近遇到的事情，说是前些天有个征讨外族的部队被下毒了，吃过饭的士兵说感到恶心和呼吸困难，饭是在附近的村子里做的，士兵们就以通敌为由逮捕了村长。猫猫仔细一想就察觉出了不对，刚好房间里有杜鹃花，他就撕下来几片花瓣放在嘴里嚼吧嚼吧，告诉人事和玉叶娘娘，这种花吃过后也会引发恶心和呼吸困难，不过这个品种是只有叶子有毒，除此之外也有根茎有毒的品种，有些甚至只是把它的枝干当柴烧也会生毒。人事立刻明白过来，肯定是那些士兵误砍了杜鹃花的枝干当柴火，
好在士兵们并没有立刻治村长死罪。聊完正事，任氏又问猫猫会不会做春药。一听说需要自己制药，猫猫瞬间激动了起来，把需要的材料一一报了上去。而任氏在回去的路上，居然被一个妃子勾引，问他要不要来自己的房间玩一玩。这些妃子并不知道，其实任氏是用来测试他们对皇上是否忠诚的试金石。因为极为出色的美貌，任氏对那种垂涎的眼神已经非常习惯了，所以猫猫每次表现得非常嫌弃他时，他都会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爽感。好家伙，你还是个抖 M 是吧？第二天，猫猫就被任氏的部下带去了药房，将所有材料准备齐全后，猫猫就开始动手做春药了。像做巧克力一样，将所有的材料混合后静置凝固成型就好了。做完后，材料还剩下一些，猫猫就又做了一些放在架子上，然后就去洗东西了。一不小心被药田里的药草勾引，等到太阳快落山才想起来回去，结果就看到药房里淫乱不堪，3个宫女姐姐衣衫不整，而她做的春药馒头少了几个。不过这也证明猫猫做的春药效果的确很好，她像为玉叶娘娘和任氏准备的那些小粒的春药盛了上去，提醒他们这些药的药效比壮阳药强3倍，所以最好和意中人2人独处时再用此药。聊完后，玉叶娘娘就带着红娘离开了，留下任氏和猫猫2人单独相处。万万没想到，任氏这小子居然还真的勾引起了猫猫，可惜啊，猫猫不吃这一套。不知不觉到了深夜，一位宫女在巡视的时候，突然看到墙上居然站着一个人在跳舞。后宫居然出现了白衣女鬼，每天晚上都在墙边大跳艳舞。一个夜巡的宫女撞见后，那个女鬼竟然还来到了她的身边。这件事自然很快就传到了宫女之间。猫猫听到同事随口提了几句，就去问自己的万事通好友，说是半个月来那个女鬼都会在月下跳舞，而且每天晚上都会出现在东门的城墙上。后宫四周都有高高的城墙，将那些妃子和宫女们困在其中，能够出入的只有东西南北4方的城门，但城门时刻有人把守，外面还有很深的护城河，想要逃离基本不可能。以前有过一个妃子想要逃出去，现在尸体还存在护城河里呢。猫猫没有亲眼见过那个女幽灵，自然是不信的，继续做自己该干的事情，抱着一个药罐去找了那位御医。自从御医知道猫猫会制药之后，就非常欢迎他来自己这里了，还热情的泡茶，给猫猫拿小点心。结果猫猫还没接过来，就听见了任氏的声音。他真是烦透了这个男人，怎么后宫里只有他天天啥事不干，整日闲逛啊？该不会他的地位比公关长还要高吧？猫猫就开始发散思维，这么闲的话，很有可能是皇上的监护人。可是他这么年轻，他长得这么好看，该不会是皇帝的陪侍吧？脑海中立刻出现了一幅少儿不宜的画面。任氏察觉他看向自己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儿，赶紧打住，让御医帮自己拿药，然后开始跟猫猫唠了起来，问他有没有听说最近的幽灵跳舞事件。猫猫表示不感兴趣。任氏就又提起了梦游症，问猫猫这种病症该如何治疗。猫猫直接回答他也不知道。任氏就非常自信地使出了美男计。猫猫实在被烦得不行，只能答应下来。晚上跟着任氏的部下高顺大人来到了东城墙，路上高顺请求他下次再见到任氏大人，不要再用看毛毛虫一样的眼神看他了，因为那个人会爽，都给猫猫整无语了。两人到达城墙的时候，白衣女鬼还在跳舞，不过跳舞的人并非女鬼，而是宫里的中级妃芙蓉娘娘。前段时间皇上下令把她作为奖赏赏赐给武官，那之后芙蓉娘娘就患上了梦游症，天天来东城墙跳舞。第二天，猫猫向御医打听了那位芙蓉娘娘，得知她以前是个性格怯懦的小蜀国公主，后来在擅长的舞蹈上出了差错，入宫后一次也没有被皇上临幸，一直在房间闭门不出，最后干脆被皇上给下赐了。猫猫还是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就亲自去了芙蓉娘娘的寝宫看了一下。这位妃子不施粉黛，看起来相当朴素，和晚上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简直就像她的封号芙蓉花一样，白天是雪白的花朵，到了傍晚就会变成浓重的桃粉色。猫猫没在芙蓉妃的宫里发现什么不对，就去找好友打听那个传言。据说最开始幽灵出现在北方，后面才移动到了东边，再加上从御医那边听说的关于芙蓉妃的一段经历，猫猫心中隐隐有了猜测，
但是老爹以前告诫过他，不要随便把自己的推测讲给别人，所以猫猫只跟任氏和玉叶娘娘讲了关于梦游症相关的事情。梦游症的原因据说是心中不安所致，明明是睡着的，就像醒着一般活动。他以前在青楼里也见过患这种病的妓女，那个妓女性格开朗，很受欢迎，还被恩客给赎身了。结果说要赎身之后，就出现了那样的症状，每天晚上都会在青楼里徘徊，本人却根本不记得昨晚发生的事情。后来赎身就靠吹了，那个妓女的梦游症也莫名其妙好了起来。听上去像是妓女不愿意被赎身，故意那样做的。就算是青楼女子，也不愿意被老头赎身，甚至老头连孙子都已经有了。而且那个妓女的卖身契也只剩下1年，再熬一下就过去了。玉叶娘娘就觉得芙蓉妃可能也是如此，任氏却笑眯眯地问猫猫：“真的就只有这些吗？”仿佛看穿了什么一般。但是猫猫什么都没说。在那之后，芙蓉妃被下令禁足，下次之前都有守卫在门口把守。猫猫心里却一直还在惦记着。玉叶娘娘也察觉到了她的心神不宁，推测此事必有蹊跷。就这样，终于到了芙蓉妃出宫的那天，猫猫还特地去目送了一下，没想到会遇上玉叶娘娘。玉叶实在很好奇那个青楼女子的最终结局，并且答应猫猫绝对不会说出去。猫猫这才讲了起来，原来当时还有另一位得了同样的病而致使赎身告吹的女子，不过那位妓女后来又有别人为她赎了身，因为是得过病的妓女，直接便宜了一半。但其实先后为那位女子赎身的2个男子是互相认识的，通过第一次赎身装病让自己的身价下跌，这样真正想为她赎身的男子用1半的银两就可以为她赎身了。而皇上奖赏的那位武官是芙蓉妃同乡的青梅竹马，前段时间在战场上立下战功，向皇上请求，皇上才把芙蓉妃赏赐给他的。这2人早已互生情愫，只是那位武官知道以自己的身份不可能向公主求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之人嫁入后宫。芙蓉妃也因为心系武官，故意在舞蹈上出错，从而让皇上对她失去兴趣。可她毕竟是皇上的妃子，哪怕那位武官有战功，皇上也不一定真的会将她下赐给对方，所以干脆装成梦游症，确保万无一失。武官所在的战场远在东方，芙蓉妃每晚起舞的地方也是东城门，她肯定是在祈求那位武官能平安归来。好在最终他们都得偿所愿，城门已经开了，芙蓉妃和武官相携离去，看得玉叶娘娘也忍不住有些羡慕，不仅重获自由，还能和自己的心上人厮守。怪不得芙蓉妃一到晚上就和白天判若两人，因为爱能使女人变得更美。回到自己宫里的玉叶娘娘仿佛也想起了她的往事，结果皇上突然造访，而且一上来就说想见一下猫猫。这还是猫猫来皇宫后第一次被皇上召见。皇上是听说猫猫是药师，想拜托她去水晶宫照顾梨花娘娘一段时间。自从失去了儿子，梨花娘娘就一蹶不振，病倒在床上再也没起来。皇上觉得猫猫精通药理，应该能帮上忙，结果猫猫才刚到水晶宫就被梨花娘娘的丫鬟狠狠教做人，不仅不让她进娘娘的身，还天天让她干杂活。猫猫推测梨花娘娘之前中的增白粉的毒应该还残留在体内，要治病得先把毒排出去，所以猫猫先去厨房调配了富含纤维的粥和有利尿作用的茶，把不适合梨花娘娘吃的食物全都剔除出去。然而她辛辛苦苦做的粥和茶全都和她一起被扔了出去，饭就更不用多说了。病人要吃清汤寡水的食物调理肠胃，梨花娘娘的宫女却为她准备大鱼大肉，还美其名曰补充营养。猫猫心下了然，怪不得梨花娘娘的病越来越严重，这些东西她根本就吃不下去，勉强吃进去也会立刻吐出来。猫猫就眼睁睁看着那群宫女忙来忙去，最后忙得啥也不是，还要把锅全都推在她头上，说她太卑贱，弄脏了房间里的空气。很难不让人怀疑这群宫女到底是不是在故意害梨花娘娘。总之猫猫又被丢了出去，这样下去梨花娘娘肯定会衰弱而死，她的2颊都已经凹陷下去，再加上孩子死后没有求生欲望，更何况还有周围这群只会害人的宫女。猫猫心里那叫一个愁啊！不难想象梨花娘娘去了之后，她肯定也会为皇上迁怒而身首异处，于是任氏就过来为她排忧解难了。任氏用美男计为猫猫争取了接近梨花娘娘的机会，
猫猫上前先给梨花娘娘喂了勺粥，发现她还是愿意吃下去的，只是身体太过虚弱，连咽下这口粥都仿佛要用尽全力。而猫猫在给梨花娘娘擦嘴的时候，发现娘娘脸上竟然还有增白粉，她怒气冲冲地走向为娘娘化妆的宫女，那个宫女还在强词夺理，说什么保持娘娘的美丽是侍女的职责，气得猫猫上去就是一巴掌，揪着宫女的头发，把她拖到了化妆桌边，拿出抽屉里藏着的增白粉就倒在她的头上，告诉她要不了多久，她的毒素也会蔓延至全身，变得像她仰慕的梨花娘娘那样，失去血色的肌肤，深陷下去的眼窝和无法进食的身体。猫猫让那个宫女睁开眼睛，好好看看梨花娘娘现在的模样，质问她究竟谁会喜欢害死自己孩子的毒药。宫女这才意识到自己究竟有多么自以为是，流下了悔恨的眼泪。猫猫的强势让其他宫女也下意识地听起了她的话，大家立刻按照她说的话开始干活。猫猫则继续给梨花娘娘喂杂粮粥，喂完之后又开窗通风换气，让宫女准备热水和毛巾为梨花娘娘擦拭身体，将身上的增白粉全部擦干净。之后一有机会，猫猫就让梨花娘娘多喝茶，通过增加小便次数让她把毒素排出来。不知不觉，梨花娘娘开始能坐起来了。猫猫又往粥里多加了一些米粒，为了给病人补充营养，还加入了高汤和水果泥，这些东西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而给梨花娘娘化妆的那位宫女也被关了禁闭，帮她一起私藏增白粉的太监也受到了责罚。只是这些事情猫猫就不甚关心了，她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人事便带了2个肉包子过来犒劳她，送上门的工具人不用白不用。猫猫就让人事带人造了个蒸汽澡堂，可以帮梨花娘娘把体内的病气激发出来。现在梨花娘娘已经可以开口和人交流了。她问猫猫为什么不放任自己死去，猫猫却反问她，如果想死的话，为什么要把粥咽下去呢？梨花娘娘突然想起了怀抱孩子的触感，握住她手指的小手又小又软，可她却再也触碰不到了。但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勇气随着孩子而去，因为只有活下来才能告慰英灵。很快蒸汽澡堂就建好了，宫女们带着梨花娘娘一起去蒸桑拿，梨花娘娘的身体也恢复得更快了。在此期间，猫猫逐渐改变了她的饮食，让她慢慢恢复正常。那位化妆的宫女也被解除了禁足令，她现在对猫猫心服口服，让她好好休息，剩下的交给自己来就行。看到梨花娘娘逐渐红润的脸颊，宫女喜极而泣。梨花娘娘也没有去责问她之前的所作所为，让她帮自己倒点水。就这样过去了2个月，梨花娘娘已经可以独自去花园散步了。虽然她为人高傲又自尊心强，但猫猫还是从她身上看到了与妃子相称的品格。不过这段时间她也累得够呛，倒在床上就沉沉睡了过去。梨花娘娘亲切地摸着她的头，等梨花娘娘身体已经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猫猫向她告辞，准备回翡翠宫去。梨花娘娘担心自己以后不会再获得恩宠，更何况皇子是因为她不听劝才夭折的，她这种人怎么可能比得过玉叶娘娘呢？猫猫却不这么认为，世上繁花万千，没有必要决出牡丹与桔梗谁更芬芳。更何况梨花娘娘的优势也非常明显，猫猫还悄悄告诉了她一个秘术，是以前青楼里的姐姐们教她的。很可惜，猫猫到现在还是平板一张，好在交给梨花娘娘也算物尽其用了。而在猫猫回到玉叶娘娘那里之后的一段时间，皇上临幸翡翠宫的次数大幅减少，玉叶娘娘也终于可以从睡眠不足中解放了。然而又有一场危机在皇宫里悄悄酝酿了起来。男人看着自己沾满鲜血的双手，满脸都是惊恐，他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惩罚？而皇宫里的其他人对此都一无所知。天刚蒙蒙亮，人事就跟一个士兵展开了激烈训练，居然把那个士兵打得节节败退。而且你一个太监有8块腹肌，真的合适吗？另一边，猫猫在一处林子里发现了一种蘑菇，迫不及待地把那些蘑菇全采了，然后给自己的好姐妹送包子吃。果不其然，好姐妹又开始跟她分享八卦，说有个宫女把一位因不解风情而闻名的木讷武官给攻陷了，用的手段是媚药。猫猫立刻就想起自己当时给人事的那袋春药，该不会是那小子把药到处发了吧？接着他又把蘑菇带去了御医那里，御医看到猫猫采的鲜松茸也很激动，立刻就准备酱和盐，
两人开始炭烤松茸片吃。烤好之后的松茸片淋上酱，再撒上少许盐，就是这皇宫里少有的美味。两人吃得小脸通红，突然一个守卫推门而入，说自己中了诅咒，让御医帮他做点解除诅咒的药，说着展示出了自己的双手。原来那并非鲜血，而是非常严重的皮疹。猫猫立刻忙活了起来，一边帮御医调配软膏，一边听守卫讲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他是负责烧垃圾的，后宫的垃圾会在西侧的焚烧厂烧掉。但是那天垃圾车上突然掉下了一件女性的衣服，衣服的袖口有烧焦的痕迹，里面居然还有一堆竹简。守卫没太在意，就把那些东西全扔在了火里。结果下一秒火苗就高高的窜了起来，而且还不停的变换颜色。紧接着守卫就注意到了自己的双手变成了这副模样，他觉得自己肯定是中了诅咒。然后就见猫猫往烧着的木柴上撒了点什么东西，火苗瞬间就变成了紫色，撒了别的又变成了绿色。根据猫猫撒的东西不同，火苗的颜色也变幻莫测，这都是科学，才不是什么诅咒。至于守卫手上的皮疹，大概只是因为摸到了什么东西。猫猫让他把药膏涂一下，看看情况。就在这时，任氏带着高顺又来了。任氏问猫猫，火焰可以变成几种颜色，或者要如何做才能附上颜色。猫猫把自己知道的全都说了一遍，结果任氏突然来了句，我喜欢土瓶蒸，这是在点猫猫背着他偷吃松茸呢。猫猫只能表示自己明天再去给他找一些回来。等他走后，任氏让高顺把最近手臂烧伤的人全都找来。猫猫也不自觉地思考起了守卫说的那件事，莫非是有人借着色木简传递暗号吗？回到翡翠宫后，发现大家都在忙活着，猫猫也被迫换上了漂亮裙子。这是园游会的服饰，园游会是皇宫每年都会举办2次的活动，皇上和其他大人物都会聚集到宫廷的庭院里观赏表演并品尝美食。现在后宫还没有皇后，所以皇上一般会带正一品的妃子通望。目前只有4位妃子能够得上格，分别是贵妃玉叶娘娘、贤妃梨花娘娘、德妃李树娘娘和淑妃阿多娘娘。一听到这么多人齐聚一堂，猫猫光是想想就很心累，问玉叶娘娘能不能不去，那自然是不能的。而且翡翠宫这边本来就缺侍女，猫猫作为新人更无法推辞了，更何况她还是玉叶娘娘的常善官呢。现在都已经入秋了，要在园游会一直站着对那些官员笑脸相迎，到时候肯定会受寒的。猫猫就跑到厨房煮起了生姜金桔汤，橘子皮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生姜能温暖身体。除此之外，猫猫还在内衣里缝了个口袋，里面放个暖石，就可以充当暖宝宝了。红娘一听瞬间激动起来，拜托猫猫帮大家多准备一份。结果这件事儿越传越广，到最后连皇帝直属的裁缝和御厨都来求教了，猫猫也是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们。在此期间一直跟着同事们学习各种礼仪，晚上就熬夜缝制口袋，终于赶在园游会的前一天结束了所有工作。与此同时，任氏也一直忙着找手臂上有烫伤的人，却没有找到他想要找的，只能希望明天的园游会无事发生了。就这样到了园游会当天，长得平平无奇的猫猫化完妆居然这么漂亮。因为要陪伴在皇上身边，妃子们自然要盛装打扮，玉叶娘娘也换上了与她最为相配的红色，就连猫猫都忍不住称赞起来。玉叶娘娘还给自己的侍女们赏赐了各种首饰，猫猫得到的是一串璎珞，刚戴上去，其他侍女就迫不及待的要给她化妆。本来是想帮她遮一下雀斑的，结果发现那些雀斑竟然是猫猫自己点的。不过大家都没有多问，帮猫猫化好妆后，就跟随玉叶娘娘出发了。任氏也跟各位妃子都打了声招呼，尤其关照玉叶娘娘这边，因为她对猫猫非常感兴趣。今天的猫猫截然不同，回过头看向她时，刚刚还嬉皮笑脸的任氏瞬间就愣住了。她自然也发现猫猫脸上的雀斑不见了，那不是仅靠化妆就能遮掩的，就非得刨根问底，追问为什么要遮掩容貌。猫猫不耐烦地回答她，为了不被人拖进暗巷，毕竟她就住在青楼附近，那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只有身材瘦小的小丑女才不容易被盯上。没想到后来还是被人贩子给掳走了。听到猫猫这么说，任氏心中有些自责，都怪他看管不力，才会让人贩子这么肆意妄为。但猫猫最擅长的就是随遇而安，并没有要责备任氏的意思。
可任氏还是摘下了头上的发簪给猫猫戴了上去。在做这种事的时候，脸都是羞红的。可惜猫猫不领情，等他走后立马就摘了下来。其他侍女见状，居然纷纷磕起了 CP。玉叶娘娘也帮猫猫重新把簪子戴了上去。随着庭院那边鼓声响起，园游会也正式开始了。今天果然是冷得不行，大家只能抱团取暖，却还是被冷风吹得瑟瑟发抖。猫猫悄悄掀开帷帐看里面的情况，除了皇上和妃子们以外，皇太后也来了。猫猫看到皇太后居然这么年轻，非常的震惊。她一共生了2个儿子，也就是皇上和皇上的弟弟。不过据说弟弟体弱多病，深居简出，猫猫也没太关心，反正跟他没有关系。结果一转眼，自己的同事跟梨花娘娘的侍女们吵了起来。那些侍女还嘲讽猫猫长得丑。明明在水晶宫的时候，猫猫觉得跟他们相处的还不错呢，动不动就壁咚人家。所以现在他又做出了那时候的姿势，吓得那个侍女拔腿就跑。猫猫他们就又去加热暖食，发现德妃和淑妃那边吵了起来。毕竟这2位妃子其实还有一层婆媳的关系。年纪最大的淑妃其实是先帝的妃子，先帝驾崩后就又成了现在这个皇帝的妃子。德妃则年纪最小，才14岁。当然这些只是猫猫下意识以为的，实际情况是德妃才是那个婆婆，年仅9岁就当了寡妇，然后嫁给自己名义上的儿子。不得不说，年仅14岁的德妃的人生已经比别人一辈子还要波澜壮阔了。说曹操，曹操到，猫猫他们正唠着呢，德妃就带着侍女们过来了，一副傲娇的小模样，而且身上穿的衣服还和玉叶娘娘撞颜色了。猫猫推测这孩子可能是不太会看场合。等他们走后，发现水晶宫的侍女们冻得瑟瑟发抖，就上前给他们分暖食，却把人家给吓跑了，只好又回到了自己同事身边。刚好撞见有人在给侍女发发簪，据说这是后宫拉拢人才的方式。猫猫不以为意，没想到一扭头，他自己也被送了根发簪。不过这个傻大个明显是为了不让他们蒙羞，才发给没收到首饰的侍女的。他还自我介绍叫李白。等李白走后，梨花娘娘也带着侍女走了过来，她亲手为猫猫戴上了一只华丽的发簪。完了，这一下修罗场了。猫猫不仅有玉叶娘娘送的璎珞，任氏和李白送的发簪，现在连跟玉叶娘娘不对付的梨花娘娘都送她首饰。没想到还在宫里混成了个小红人儿。终于到了吃饭的时间，任氏照例为玉叶娘娘试毒，工作对她来说没有任何难度。对于其他长膳官就并非如此了，毕竟每一次试毒都意味着很有可能会被毒死，也只有猫猫这种怪咖才会乐在其中，甚至情不自禁露出了痴汉笑容。这时宫女又端来了一份生鱼丝，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青背鱼被换成了海蜇。猫猫推测可能是配膳配错了，然后毫不犹豫地吃了下去，却发现那边的德妃满脸惊恐，她碗里的生鱼丝倒是青背鱼，只是德妃看上去根本不喜欢，当着皇上的面也不得不强行吃下去。这时猫猫注意到德妃的长膳官露出了一抹奸笑，毕竟不关自己的事情，猫猫并没有多想，而是专心致志地品尝美食。他那副享受的表情还吸引了台下的文武百官，尤其是刚刚送簪子的李白，让人忍不住想那饭得有多好吃啊。结果下一秒猫猫却换了副表情，告诉众人这道菜有毒，然后快步走到水池子边吐。结果还是有大臣不信邪，喝了一口汤，瞬间就被毒晕了过去。任氏注意到猫猫的身影，赶紧追上去，想把它拉到医务室。殊不知猫猫这会儿正后悔刚刚没直接喝下去呢，那样的话毒素肯定会遍布全身，想想就爽得不行了。好家伙，合着你们俩都是抖 M 啊。猫猫听说有大臣也中毒了，就拿出一包催吐药让任氏给那位大臣。任氏有些气愤地接了过去，拉着猫猫继续走。猫猫却突然注意到他换了新发簪，而且衣襟也有些凌乱的样子，瞬间就脑补了一些比较少儿不宜的画面。吐干净了之后，猫猫也该干正事儿了。他让任氏把德妃娘娘请过来，没想到德妃还是任氏的小迷妹，但猫猫注意的却是她一直在挠着手臂，拉开衣服一看，她的手臂上起了不少疹子，就问德妃是不是对鱼过敏。德妃默认了，猫猫便确定那道生鱼丝是德妃和玉叶娘娘的弄反了。德妃不能吃鱼，所以为她准备的是海蜇，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送到玉叶娘娘这里。好在这次不是很严重，但过敏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如果是有人故意做的，那和投毒无异。德妃的长膳官瞬间紧张了起来，毛毛并没有点破，而是写了一份注意事项拿给他，让他今后好好注意。毕竟在这后宫里，走错一步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说完后，猫猫就让他们回去了。任氏却不依不饶，问猫猫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看他不肯说，就换了个问题：被盯上的人是德妃没错吧？猫猫给了他肯定的回答。后宫里竟然有人给皇帝的宠妃下毒，究竟是谁如此大胆？昨天园游会上，猫猫试出给玉叶娘娘的汤有毒之后，就被任氏拉走大吐特吐，接着狂睡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过来，就赶紧去找了玉叶娘娘。得知高顺今天早上就来找他了，这会儿正在院子里除草呢。高顺是受任氏所托，将那碗有毒的汤给带了回来，想听听猫猫有什么看法。过去一夜，银碗被腐蚀的相当厉害，猫猫先确认过碗是否被其他人碰过。高顺告诉他，只是用汤勺取了些汤来看是否有毒，之后就立马用布包住了。猫猫就搞了些材料过来，分别是棉、粉和毛笔。他用筷子夹起沾了粉的棉花，在碗上擦拭，最后用毛笔将多余的粉部落。银碗上竟然出现了一个手印，用指尖触碰器具会留下痕迹，而银器在使用前必须用布擦拭，所以能在这个银碗上留下指痕的，就只有擦拭后又拿过它的人了。猫猫刚想继续说下去，脑海中就突然浮现了德妃的长膳官的身影。根据碗上面的痕迹可以推测，拿过碗的应该有4个人，其中3个肯定是盛汤的人、备膳的人和德妃的长膳官，剩下的那个则是身份不明的人，而凶手就很有可能是这个人。高顺立刻 get 到盲点，为什么德妃的长膳官会触碰到给玉叶娘娘的汤碗？毛毛这才说出了自己的推测，德妃很有可能在被自己的侍女欺凌，长膳官是故意调换她的配膳，让她难堪的。昨天猫猫在园游会上就发现了，德妃和玉叶同为4大上位妃子，衣着竟然撞了颜色，而侍女的衣着颜色应当与侍奉的妃子保持一致。穿着桃色衣服的德妃的侍女们穿的却是白色的，肯定是故意让自己的主子难堪，甚至还调换了她的膳食。没想到就刚好把有毒的东西换走，反而让德妃捡回一条性命。可是那些侍女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德妃年仅9岁就成为了先帝的妃子，之后又立刻出家，先帝死后还嫁给了先帝的儿子。在侍女们看来这是不知廉耻的做法，但他们大概也只敢欺凌，肯定是不敢对德妃下杀手的。猫猫告诉高顺，碗边缘的痕迹大概就是凶手的指痕，因为侍者们都知道尊贵之人的嘴边触及之处不能用手指沾染。高顺表示会将这些话如实告知任氏，不过他也很好奇猫猫刚刚为什么要袒护那位长膳官。猫猫回答，因为侍女的性命与妃子相比轻如鸿毛，尤其是长膳官的性命，他多少有点同病相怜的感觉。高顺回去将猫猫所说的话告诉了任氏，基本可以确定是他们内部人员所为。任氏直接累趴在桌子上，高顺提醒他发簪还没摘下来呢，这枚发簪可是只有特定的人才有资格佩戴的东西。虽然任氏看起来毫不在意。第二天，猫猫又去找了自己的好朋友小兰唠嗑，听说猫猫在园游会上收到了发簪，小兰满脸羡慕，这意味着她能出后宫探亲了。从没听说过这件事的猫猫瞬间激动起来，原来后宫的女子是可以被男性带出宫的，而这个许可就是园游会上他们送出的发簪。猫猫这一次一共收到了4根发簪，但是男性只有1个半，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李白。当即去了练武场，却不知道李白收到他的邀请后无比的纠结，因为李白送的发簪只是人情发簪，可他又不好意思拒绝猫猫这样的漂亮姑娘。于是在看到重新点了雀斑巅峰的猫猫后，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他的请求。然而下一秒他就后悔了，究竟是什么东西让铁骨铮铮的李白瞬间臣服？那当然是著名青楼3大花魁的介绍信了。李白在听到猫猫说希望他带自己出宫的时候，就明白过来说自己误会了，猫猫并不想跟他发展出一段姻缘，只是想利用他探亲而已。作为回报，猫猫拿出了3大花魁的介绍信，他跟那3位姐姐都是老熟人了，介绍信这种东西身上一大堆，李白简直不敢置信，因为那可是连高官都难得一见的3大花魁呀。猫猫趁热打铁，又拿出了玉叶娘娘和梨花娘娘送给自己的高级发簪，表示如果李白不愿意的话，自己也可以去找别人。李白的大脑顿时失去了思考能力，最终还是低头臣服了。回去之后，猫猫就迫不及待地向玉叶娘娘请假，玉叶
娘娘就是个乐子人，明知道任氏是对猫猫有意思，才送出那根发簪，却不告诉猫猫发簪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是在第二天任氏过来的时候告诉他，猫猫已回家探亲了。其实皇宫离猫猫所住的花街不算远，回家之前，他先带李白去了绿心馆，在门口看到老鸨后，就上前打招呼，结果被老鸨一拳打飞出去，还吐出了一道彩虹。老鸨先打量了一下李白，然后让实习妓女把他带去了白灵那里，这才跟猫猫唠起来。在此之前，他已经收到了猫猫寄来的木牌，虽然同意猫猫带人过来，但钱还是得照付的。猫猫直接把自己的一半工钱都拿了出来，而这是够定金的。老鸨让他多找几个像刚刚那种身强力壮的客人过来，猫猫就开始仔细思考起来把人是骗过来的可能性。仔细一想，人家是个太监，想行也不能行啊。告别完老鸨，他回到自己家去，老爹满脸平静地跟他打招呼，就好像他没有突然消失近1年一样。晚上，猫猫将自己这1年的经历讲给老爹听，最后沉沉地睡了过去。老爹却有些感慨，后宫啊，真是因果轮回。第二天一大早，猫猫就醒了过来，老爹已经跑去照料他的药草园子了。就在这时，一个实习妓女跑来敲门，看到猫猫后，拉住他就跑到了青楼，冲进了被一群人围观的房间。里面一个妓女和一个客人似乎都中了毒，旁边的妓女已经帮他们催吐了。猫猫立刻扎起头发跳到了床上，那个男人已经没了呼吸，女人的呼吸也很微弱。猫猫让旁边的妓女先确认喉咙里有没有残留的呕吐物，自己通过按压让男人把胃里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然后还做起了人工呼吸。另一个妓女也有样学样，中毒的妓女总算恢复了意识。猫猫大声提醒，不能让他们喝水，而是让人去准备木炭。经过一番抢救后，两人都安定了下来。猫猫这才仔细观察了房间里的状况，屋里充满了酒和烟的气味，有2个酒瓶和1个酒杯，除此之外还有一堆麦秆以及烟叶洒落的烟管。这时，那位实习妓女把木炭抱了过来，猫猫写了个木简，让他去把自己老爹叫过来，却没有注意到那个实习妓女出门时露出了有些阴暗的眼神。猫猫等了很久，老爹才姗姗来迟。他解释是那个孩子照顾自己的腿脚还来晚了。这时，猫猫已经把炭给磨碎了，接下来只要混着药草喂给他们服下去就行。2个人都脱离了危险。老爹评价猫猫处理的方式还算凑合，问他觉得这是什么毒，猫猫瞬间严肃起来，表示应该就是烟叶。tiên楼里很多妓女和客人用这种方式殉情，所以他那时才没让他们喝水，因为胃液有抑制毒素吸收的效果，喝水反而会起到反作用。但如果从一开始烟叶就溶解到了水里了呢？猫猫这才注意到呕吐物中并没有混杂烟叶。如果是老爹说的那种情况的话，喝水稀释一下才更好。他默默记住了这个知识点，和老爹一起去跟老鸨打招呼，发现老鸨是用麦秆喝水的，可以防止口红粘在杯子上。这个老鸨可比绿青楼的老鸨大方多了，直接递了一袋钱过来。老爹本来想推辞，但是想想下个月的房租，还是收了下去。猫猫则下意识思考起了这场殉情事件，他总觉得不太像殉情。青楼里时不时就会有妓女和客人殉情，但那只有无法为心爱的女子赎身的情况。他刚刚抢救的时候，注意到那个男人衣着很华丽，长得也有点俊朗，不太像是会为钱和女人发愁的人，更不像是会因为担心和妓女的未来而孤独自尽的人。这时，猫猫注意到了对面走过去的实习妓女，就忍不住跟了上去，发现那个小姑娘竟然举刀挥向了床上的男人，立刻出手阻止，夺下了匕首。小姑娘气急败坏的怒骂说这种人死了更好，然后就想要去夺猫猫手里的刀，最后被猫猫一拳打中腹部，跪趴在地上。小姑娘哇哇大哭，引来了青楼里的妓女。这位妓女看一眼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并将隐情告诉给了猫猫。原来那个男人是个渣男，经常骗妓女说自己会为他们赎身，结果过段时间厌烦了就把他们踹开。愤怒的妓女们曾多次暗杀这个男人，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到后面那个男人还仗着家里有钱有势，把护卫也带到了青楼。小姑娘的姐姐就是被那个男人给抛弃的，一起喝下毒药的妓女则是个恋爱脑，明知道那是个渣男，却还是义无反顾的爱上了对方，最后是闹到了如此结果。猫猫也心疼这些妓女的遭遇，虽然不会将事情说出去，回去的路上也想明白了一些东西。那个小姑娘是故意跑远请不在家的药师的，却没有想到猫猫刚好在家，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心计，真是不可小觑。不过到家后看到老鸨给的那么多钱，猫猫还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儿，那个男人都渣男了，难道会想着殉情吗？突然他想到了遗留在现场的麦秸秆，瞬间明白了一切，这不是殉情，而是一场谋杀。毒的确溶解到了水里，准确来说是酒里。妓女准备了2种颜色的酒，青楼里的女子经常会用这种调酒方式讨客人欢心，先将没毒的酒倒在下层，再将有毒的酒置于上层，他自己用麦秆将下层的酒液吸走后，渣男就会觉得这酒肯定没毒，从而放心的喝掉了剩下的酒。等渣男倒下后，妓女也喝下一点点不足以致死的毒酒，到了早晨渣男肯定
定已经死透了，而只摄入了少量毒液的他则会等来医师。甚至在这个事件中，大概每个人都是知情的，所以那位实习妓女还会慢吞吞的把医生请过来，因为他知道只有渣男会死。还有那个告知了猫猫渣男本性的妓女，以及出手非常大方的老鸨，猫猫克制自己不能再继续想下去了。这件事情已经了结了，真相就是一对男女殉情，恰巧被救。老是想着这些事情，在花姐可是没办法存活的。猫猫一边想一边去绿青楼蹭浴室，这时一个妓女姐姐也走了过来，告诉猫猫大家都很担心她，然后就开始对猫猫上下其手。3天转眼间就过去了，猫猫辞别老爹去绿青楼接李白，这3天李白过的那叫一个醉生梦死，估计都快被榨干了。殊不知替他出钱的可是猫猫啊。回到翡翠宫后，任氏听到消息立刻赶了过来，一上来就要跟猫猫单独唠了。猫猫也只能跟着进了接待室，发现这小子似乎有些烦躁。先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之后，任氏才问出了自己真正在意的，那个叫李白的究竟是什么人。猫猫如实回答，只是自己的身份担保人。又听到猫猫说他只看在情面上才收下了李白的发簪，任氏更不甘心了，他居然输给了一个卖人情的。说着说着就开始委屈起来，问猫猫为什么不来找自己，明明他也给他送发簪了。猫猫不明白任氏为什么那么想掺和麻烦事儿，难道是因为待在宫里太闲了吗？不过以他的身份，还是先捧着对方吧。于是就说自己实在想不出什么能令任氏大人满意的谢礼。任氏立刻问猫猫送了李白什么贺礼，猫猫满脸自豪，让他做了一碗春宵美梦。任氏顿时大惊失色，显然是误会了什么，连手上的茶碗都掉下去摔碎了。猫猫嫌弃的把它收拾了起来。出去后发现玉叶娘娘已经乐得前仰后合，所以谁能告诉猫猫究竟发生了什么呀？这个太监开开心心忙完工作去见心上人猫猫，结果却得知猫猫跟别的男人回老家了。任氏只感觉一道晴空霹雳劈到脸上。虽然事后从玉叶娘娘那里得知猫猫所说的谢礼只是帮李白引荐头牌花魁而已，但猫猫为什么能有这等人脉呢？任氏还是忍不住脑补了下去，最后把自己给整 emo 了，天天不想上班，不想干活。不过他一个后宫太监，为什么还要帮忙审查官僚提出的法案呢？就在这时，一个武官急匆匆地跑过来，说浩然大人死了。时间回到了不久之前，宴席上有许多当官的都在开怀畅饮，只有浩然大人独坐一桌，一坛接着一坛的喝，其他人都看不惯他，甚至当众嘲笑他。无人注意到有一个人悄悄往酒里放了几颗白色晶体，然后将酒端给了浩然大人。第二天，任氏就去翡翠宫找了猫猫，告诉了他浩然大人饮酒过量去世的事情，想听听他的看法，这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任氏似乎很了解浩然大人，声称他的酒量很好，笃定他绝不可能因为喝了太多酒就喝死。猫猫也听说过那位大人，心中同样很有疑虑，任氏便将昨晚剩下的酒倒给猫猫。自从来到皇宫后，猫猫就很少能喝酒了，一看到酒眼睛就亮了起来。不过这并不是浩然大人昨晚喝的那坛，因为那坛酒已经摔碎了。猫猫端起酒杯尝了一口，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这啥味儿啊？怎么又甜又咸的？任氏告诉猫猫，浩然大人非常爱吃甜食，饭菜要做成甜的，就算是酒也要喝甜的，而且还是从某一天突然变的。在那天之前，他是爱吃辣。猫猫一边听一边继续给自己倒酒喝，喝完了之后才让任氏把浩然大人用过的酒坛找来。很快，任氏和高顺就带着酒坛和一封信回来了。酒坛内部有白色晶体，猫猫沾了一点，直接舔了一下，确认那就是盐。这坛酒被放入了大量的盐，以至于干了后都还能吸出颗粒物，盐摄入过量的话也会中毒而死。这大概就是浩然大人的死因了。可是加了那么多盐，人怎么会察觉不出来呢？除非这个人已经失去了味觉。所以猫猫才让高顺调查了一下浩然大人的生活习惯，推测浩然大人并非完全没有味觉，而是只尝不出咸味儿。浩然大人为人刚正不阿，得罪了许多同僚，多年前又在一场流行病中失去了妻儿，在那之后更是一心工作，唯二的乐趣就是酒和甜食了。偏食和压力会导致人丧失味觉，想必浩然大人就是在长久的压抑之下无法尝出咸味的。可究竟是谁在酒里放的盐呢？猫猫想了一下，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推测。浩然大人尝不出咸味这件事应该不为人所知，但肯定会有很多看不惯他的人。或许一开始这件事只是想整治老实人的恶作剧，结果发现浩然大人完全不在意的继续喝了，
于是就想把盐加到让他能感觉到为止，最终过量的盐致使了浩然大人的死亡。任氏对高顺耳语了几句后让他出去，猫猫这才注意到任氏大人的腰间也挂着黑曜石流苏，这是正在服丧的象征。原来任氏小时候受到过浩然大人的照顾，说着他露出了有些难过的表情，虽然下一秒又恢复了不正经，给了猫猫一壶酒当做谢礼。看到猫猫那副模样，又忍不住想逗他，说要通过一个20岁以下不得饮酒的法令，非要猫猫主动开口向他求情才罢休。几天后，后宫又出了人命，这次是从河里捞出来的一具女尸。没出息的御医吓得躲在猫猫身后不敢看，还得让猫猫来验尸。但猫猫的老爹告诫他不能碰尸体，因为猫猫会忍不住把尸体也做成药材。任氏只能让御医去验，当然猫猫也在一旁仔细观察。死者应该是一个侍女，个子高，穿着硬木鞋，一边腿上有绷带，指尖泛红。事后任氏查明了死者的身份，果然是上职的侍女，直到昨天都还在照常工作。卫兵觉得她可能是自己爬到城墙上投河自尽的。宫女深夜投河自尽，猫猫却不这么认为。首先，城墙很高，附近没有攀爬用的工具，只有一部分凸起的墙砖。之前芙蓉妃在城墙上跳舞，应该就是从那些墙砖爬上去的。但淹死的宫女缠过足，不太可能能爬上去。排除自杀后，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杀了。宫女指尖泛红，应该就是掉进河里后无数次抓墙壁试图爬上来导致的。反正如果是猫猫的话，绝对不会想要自杀，更不想被他人杀死。可死亡是一件自己无法左右的事情，命运到来的那一刹那根本无法阻止。所以如果可能的话，猫猫想自己选毒死自己的毒药。任氏一听就慌了，差点以为猫猫想要寻死，毕竟身处宫闱，身不由己呀。红颜薄命，尤其是真的红颜命薄呢。想到这里，猫猫向任氏讨了个恩典，有朝一日如果他也要被处刑的话，希望任氏能赐他一个毒杀。任氏听他这么说，突然就生起气来。猫猫察觉不对，赶紧收回请求，乖乖表示不管是绞刑还是斩首都毫无怨言的。他是平民，没有后台，在后宫里一丁点的过失都足以要他的命，也或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落得那个侍女一样的下场。后来猫猫听说那个侍女也曾去过园游会的毒杀现场，也找到了遗书，最后还是当做自杀处理了。转眼间距离园游会已经过去了2个月，任氏总算找到了手臂有伤痕的人，居然是16宫淑妃阿多娘娘的侍女长风鸣。猫猫也在小兰那里听到了八卦，据说淹死的侍女是16宫的，就是她在园游会上给德妃下的毒，大概是为了自己侍奉的阿多妃着想。阿多妃是宫里最年长的妃子，年轻的时候生过一个儿子，可惜后来还是夭折了，之后就再也没有怀上过。像这样的妃子迟早会失宠，再加上阿多妃年龄也逐渐大了，大概快要被逐出4大上位妃之位了。不久后，水晶宫要宴请德妃李庶，侍女们如临大敌，比皇上来的时候还要庄重。而猫猫也注意到了德妃的几个侍女，看得出来她们的确对自己的主子不上心。这时玉叶娘娘让人给德妃泡了杯柑橘皮煮的蜂蜜茶，德妃的面色有些惊恐，身后的侍女不仅不帮她说话，还冷嘲热讽她又挑食。猫猫看不下去，就尝了下茶水，然后冲玉叶娘娘摇了摇头。玉叶娘娘就借口茶还没入味，让人给德妃端了杯姜茶过去。德妃这才松了口气，茶会也有惊无险的结束了。猫猫虽然察觉了德妃的宫女在欺负她，却也没办法多说些什么。没想到任氏那小子又来找他唠嗑了，问他听没听说园游会下毒的犯人是已经自杀的16宫丫鬟这件事，问猫猫觉得那个丫鬟真的是自杀的吗？猫猫问啥都说不知道，结果任氏还是安排他去16宫出差了。阿多妃的16宫装修的高雅实用，就像她本人一样，对待这些暂时调过来的侍女也很亲切。这个妃子居然能把宫女们迷得神魂颠倒，连猫猫都情不自禁被她的风度折服。心想如果穿上官服的话，阿多妃说不定会被误认为是年轻的文官，而且她总觉得那张脸有些眼熟。打完招呼后，侍女长就安排猫猫他们干活了。猫猫负责的是晒书，把所有书搬出去翻开放好后，风鸣称赞她干活麻利仔细，又请她去接待室帮忙。明明是给别人派活干，言语中的亲切却让人根本无法拒绝，不愧是能当上侍女长的女人。到了晚上，猫猫才精疲力尽的回去。风鸣看到她后，直接把她带到了侍女房间，
还带来了3张毛皮被子，提醒猫猫注意保暖。第二天，猫猫继续干活，同时观察着16宫的那些人，尤其是风鸣。这个女人又能干又亲切，如果嫁人的话，肯定是当之无愧的贤妻。为什么会一直留在宫里呢？难道真的要为阿多菲奉献一生吗？而强烈的忠心也会成为毒杀的理由，说不定就是风鸣为了帮阿多菲站稳这个位置，策划毒杀德妃呢。猫猫一边想一边来到了储物间，这里存放着很多蜂蜜，因为风鸣大人的老家就是开养蜂场的。在搬蜂蜜的时候，猫猫又注意到了外面德妃居然来16宫了，身边还只带着长善观一个人。猫猫不得其解，把自己这几天在16宫的所见所闻一一汇报给了人事。人事问他，如果有人能通过特殊手段与外部取得联络的话，谁最有可能？猫猫毫不犹豫说出了风鸣的名字，跟人事查到的一模一样。人事非常满意猫猫的回答，作为奖励，他要亲手喂这只小馋猫吃蜂蜜。猫猫吓得毛都炸了起来，坚决拒绝人事的靠近，甚至都想踢裆了。但是仔细一想，踢裆对这个死太监也没用啊。就在这时，他的大脑自动把这段时间的线索串了起来，从中抽丝剥茧，看出了真相。紧接着，玉叶娘娘过来，一看到人事把猫猫压在门上，护犊子的她立刻震怒，把人事给吓退了。高顺也过来替人事道歉，猫猫趁机让他帮自己一个忙。第二天，高顺就带着猫猫去了德妃的宫里。猫猫问德妃是不是讨厌蜂蜜，德妃其实也不记得了，只是从小就被奶娘告诫她不能吃蜂蜜，小时候还因为蜂蜜而生命垂危。还没问几句，德妃的侍女们就开始说猫猫的坏话，试图把除了他们以外的人全都塑造成德妃的敌人。德妃年纪小又不谙世事，很容易被这些侍女唬住，怪不得在后宫里人缘不好呢。猫猫看不下去，就让侍女们有什么意见找人事大人说去，还能顺便坑一把人事作为昨晚的复仇。接着猫猫又问德妃认不认识16宫的人事，没想到德妃居然露出了惊恐的表情。回去的路上，猫猫说想知道一些宫廷往事，高顺就帮他去书库借了书。根据资料记载，17年前现在的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与阿多妃生下了一名男婴，但很快就夭折了。而这名男婴与先帝和皇太后之子在同一时期出生，接生的人是衣冠罗门。看到这个名字，猫猫心情有些复杂，虽然他早就有所察觉，事实摆在他眼前的时候，还是难免有些唏嘘，因为罗门正是他的老爹。人事的真实身份终于被揭开，当你以为他是皇帝的弟弟的时候，殊不知这里面还有一桩宫中秘闻。在从高顺送来的资料中看到那一段记录之后，猫猫第二天就去找了风鸣，直接表明自己有话要对他说。风鸣便将猫猫带到了自己的屋子，里面的东西都已经修整完毕，这也证明了猫猫的推测，这次16宫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扫除，而是搬家，因为这里即将迎来新的上级妃。阿多妃想必已经因为年老色衰被皇帝厌弃了，再加上不能生育，就更没有继续获得荣宠的理由了。猫猫想问风鸣的就是分娩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还说出了分娩的衣冠就是他的养父这件事。根据猫猫推测，还只是太子妃的阿多妃和当时的皇后在同一天分娩，御医肯定都去皇后那边了，以至于阿多妃分娩延迟，失去了子宫。后来这个好不容易才生下来的孩子又夭折了。当时宫里认为跟之前的增白粉事件是同样的原因，但猫猫知道不是这样的。他的老爹知道增白粉有毒，肯定会叮嘱照顾孩子的侍女不可用增白粉，而那孩子真正的死因应该是蜂蜜。有些蜜蜂采了有毒之花的蜜，产出的蜂蜜也是有毒的。风鸣不知道这一点，不小心给孩子喂了有毒的蜂蜜，导致孩子夭折。当时的御医罗门就有失职之罪，再加上接生时处理失当，就被赶出了后宫。之后风鸣偶然从德妃那里得知了孩子真正的死因。年纪小的德妃一开始很亲近年长的阿多妃，把她当妈妈一样看待。阿多妃也情不自禁将小德妃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但是那天德妃告诉风鸣，自己小时候差点因为吃蜂蜜而丧命。风鸣恍然大悟，阿多妃的孩子是因为自己而夭折的。为了隐瞒这件事，他将德妃赶了出去。恰逢先皇驾崩，德妃就出家去了。本来以为以后再也不会有交集，没想到德妃又作为上级妃回到了后宫，而且又跑来亲近阿多妃。为了维护无法生育的阿多妃的地位，以及隐瞒蜂蜜一事，风鸣就在园游会上给德妃的汤里下了毒。听完猫猫的陈述，风鸣没有任何反驳，只是问他想要什么，但猫猫什么都不想要，
他只想要一个真相而已。风鸣缓缓讲述了一些往事，他从第一次见到阿多菲的时候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侍奉这个人一辈子。阿多菲身为女子，却有着坚定的意志，还能和当时是太子的皇帝以同样的眼光谈论事物，她的风度丝毫不输给男人，这些都深深折服了风鸣。然而他却亲手夺走了被阿多菲视若珍宝的孩子。从那之后，阿多菲就时常在夜里哭泣，却没有责怪过任何侍女。每次听到那些啜泣声，风鸣的内心都会被痛苦和悔恨充斥，难以想象他这么多年来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侍奉阿多菲的。那毕竟只是一场意外，但是试图谋害德妃这件事，风鸣是必须要受到惩罚的。猫猫便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将2个动机换为一个，主动去找人事自首，说自己是为了阿多菲才下毒谋害德妃的，这样就能隐瞒蜂蜜的事情。虽然最后肯定难逃一死，可最起码他在阿多菲心中还是那个稳重能干的侍女长。但其实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皇帝就已经决定让阿多菲从上级妃降级，离开后宫，搬去南边的离宫。猫猫心中难免有一些悲凉，不过他也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隐瞒下了阿多菲的孩子真正的死因。到了晚上，阿多菲居然出现在了人事的房间，猫猫对此一无所知，只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就跑到城墙上赏月，没想到居然遇上了一身劲装的阿多菲，还给他带了一壶好酒。脱掉宫妃装扮的阿多菲就像个帅气男子一般，行为举止也颇为洒脱，饮酒直接对着葫芦口。阿多菲告诉猫猫，自从他的孩子离开了他的怀抱，他就不再是皇帝的妃子，而是他的朋友。一开始他也没有料到自己会成为妃子，谁能想到居然纠缠到了现在呢？突然阿多菲起身看向了外面的护城河，那个16宫的丫鬟就是在这里自尽的。阿多菲将酒倾倒下去为他悼念，也为那位丫鬟感到不值。至此猫猫才终于确定，那个丫鬟大概的确是自杀。风鸣协助了他的自杀，阿多菲也有所察觉。为了避免阿多菲被怀疑而投入冰冷河水中的丫鬟，和为了守住不想被人知道的秘密而自行踏上绞刑台的风鸣，这些人都是为了阿多菲而死，但他们心甘情愿。等阿多菲离开后，猫猫也打算回去了，结果还没跳下地面，就听到有人喊自己，一不小心掉下去，压在了一个人身上。没想到这个人就是人事，猫猫赶紧起身，却被人事紧紧抱住腰，又坐回了他的怀里。人事浑身酒气，抱怨有人请他喝酒，自己喝尽兴了就跑了。说着说着居然哭了起来，猫猫便不好意思再挣扎，任由他抱着自己的身体取暖。第二天，阿多菲就归还了头冠，离开了后宫。负责交接仪式的就是人事，而这顶头冠在那不久后被戴在新入16宫的上位妃头上。在看到阿多菲和人事面对面站着的时候，猫猫才终于想起来，之前觉得阿多菲像谁了，就是和人事的脸相似。如果2人能换一下衣服，说不定更像。突然他像是抓到了什么，昨晚阿多菲说是自从他儿子离开他的怀抱，用的词是离开而不是死去，就好像那个孩子还活着一样。难道当初阿多菲的孩子和皇太后的孩子被调包了吗？后来事情败露，没能察觉到这件事的老爹因此遭受了肉刑。这样一来，现今皇帝那微妙的地位以及清高的阿多菲一直留在后宫就说得通了。但不管怎么说，那些事情随着阿多菲的离开也将尘埃落定，只是没有想到德妃居然会当众追上来，还哭得泣不成声。阿多菲听到后转身蹲下来拭去德妃脸上的泪水，同时情不自禁地浮现出了母亲般的神情。不过谁都没有想到，这件事的后续居然还牵扯到了猫猫。风鸣被处刑后，他的家族也都被抄了家，人事还拿到了风鸣老家以及相关者的名簿，里面还包含了生意往来的客户，猫猫的名字赫然就在上面，因为他当时是被人贩子拐卖来的，卖给的对象就是这次事件的相关者。高顺看出了人事的为难，表示只要他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将这件事隐瞒下来，这是他的权利，不用白不用。人事心中纠结无比，通过上次和猫猫的谈话，他就明白了，在猫猫心中，上位者和普通人之间是有鸿沟的。如果他不顾猫猫的意愿，继续将他留在后宫，这条鸿沟恐怕会继续扩大。这时高顺又提醒人事，您不是觉得她是枚好用的妻子吗？就是这句话让人事下定了决心。另一边，猫猫也从小兰那里听说了大量宫女被遣散的消息，
都是和风鸣牵扯上关系的。猫猫突然有了一个不祥的预感，它可不想被连累遣散啊，因为上次带李白去见花魁，还欠了老鸨一大笔钱呢，现在回去肯定会被他收拾收拾送去接客。想到这里，猫猫急匆匆地跑去找了任氏。任氏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气喘吁吁的样子，赶紧让人进屋说话。知道他想问大量遣散的事情，就直接将名单拿给猫猫看了，上面的确是有他的名字。猫猫终于可以离开这个吃人不眨眼的后宫了，可他心中却有诸多留恋。在这里的生活很轻松，既能试毒又能出入药房，明明想开口向任氏求情让自己留下来，却觉得自己一介宫女没有立场说出这种话。他提醒自己不能露出谄媚一样的眼神，所以最终只说自己只是个宫女，只要大人吩咐，不管什么活都能干，凡是命令都会听从。想用这种说法暗示任氏自己想留下来，但任氏明显理解错了，告诉猫猫自己会多补偿他些银两。交涉失败，猫猫被遣散了。没过几天就收拾好东西离开了这个住了1年的房间。等他走后，任氏天天 emo。高顺心里很清楚，任氏是不想把猫猫当工具使唤，才没有挽留的。不想看自己的上司这么自闭，高顺就去找李白打听了一下，而猫猫果然进了青楼。今天还要跟姐姐们一起出席某位贵人的宴会，姐姐们帮她盛装打扮。当然，猫猫是不用接客的，后宫给的遣散费还挺多，她只需要给姐姐们当陪衬就行。不愧是能一口气请到3位顶级花魁的大户人家，宅子相当气派，到处都是让人眼花缭乱的装饰。就这些摆件，猫猫随便拿一个回去都能立刻给自己赎身。当然，她是不敢那么做的。很快，一群人就被领到了宴席上，那些官员们的目光瞬间就被领头的3位花魁吸引。花魁姐姐们在台上跳舞、拉二胡，猫猫这些人就帮忙倒酒。看到有位客人独自待着，就笑眯眯地上前服务。突然感觉声音有点熟悉，掀开头发一看，这不是老熟人任氏大人吗？任氏也没有想到居然会在这种场合见到猫猫，立刻慌张地问他该不会……猫猫表示自己目前还没单独接客，任氏当即要为他赎身。猫猫仔细一想，感觉好像也不错，如果能回到后宫工作就更好了。两人这才把话说开，任氏也明白过来，自己当时理解错了猫猫的意思，下意识想去摸猫猫化妆后的漂亮脸蛋，猫猫却偏头躲开，最后好说歹说才同意用手指尖碰一下。任氏便用指头轻轻摸了一下她的唇，然后低头亲上了被擦上口红的手指，嘴角也出现了相同的口红。猫猫瞬间羞红了脸。花魁姐姐们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立刻八卦起来，问猫猫那小子是谁。晕晕乎乎的猫猫已经记不清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天在青楼里好好洗了个澡，老鸨还进来陪他一起泡，问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想不想回后宫。猫猫自己也说不清楚，他觉得后宫和花街没什么区别，女子的命运都是身不由己。晚上他又拿着酒壶去外面赏夜景，不知不觉就下起了雪。猫猫的脑海中回忆起了这1年在后宫里的点点滴滴，那里既是花园又是鸟笼，可他也因此经历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接下来的自己又将会怎么样呢？几天后，任氏就现身花街，来到了绿青馆，送上了1箱金银珠宝为猫猫赎身。怕猫猫不愿意，还专门为他准备了1盒冬虫夏草。最后，猫猫和老鸨2个人高兴的手舞足蹈，而猫猫的命运也将再一次发生改变。